2024年7月25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，果敢同盟军攻克缅军腊戌司令部，全面解放腊戌。据悉，自同盟军前一天全线击破缅军腊戌城内的大型指挥部，连续攻克缅军41营、552营、507营、912营、68营等据点合围腊戌司令部后，抓住了缅军的薄弱环节，直捣黄龙，从腊戌大学一线直接突击缅军司令部，对缅军指挥系统进行斩首。失去司令部的缅军兵败如山倒。随即，同盟军发布了对腊戌行政接管公告，表示经过23天的腊戌解放行动，闽昂莱政变武装主力大部已被驱离腊戌市区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目前正在清剿残敌。现宣告腊戌市全面解放，由缅甸联邦第一特区人民政府正式全面接管该市，特区警察维护社会治安，同盟军部队进行安全防卫。腊戌不但是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，同时也是缅北交通枢纽，掸邦第一大城，缅甸第4大城。同盟军光复腊戌，可谓战略意义非凡。这也是缅军成立79年来首次丢失的军区级总部，首个副省邦级城市。抗战时期，中国远征军孙立人将军新38师2次入缅作战，从印度一路打回缅甸，正是在腊戌击败日军，才最终结束了日军在缅北的存在，确保了中国西南大后方生命线滇缅公路畅通。而果敢同盟军中很多战士都有远征军的血脉，如今能收复世代生存的土地，可以说是全体华人的荣光。同样都是为了争取民族生存而战，所不同的是，今天是要反抗缅军独裁压迫，争取全缅甸民族平等。所以同盟军方面说，果敢民族的先辈是缅甸历史上最勇敢的人，一点也不为过。7月24日，同盟军南线部队311旅和211旅主力在攻下507营和41营之后，直插腊戌城区，而先前在腊戌12堡作战的同盟军611旅和211旅则直接向腊戌司令部发动进攻。7月25日凌晨4点，同盟军多支主力从不同方向攻入位于腊戌机场西南侧的缅军司令部，直至上午10时39分，同盟军正式宣布拿下缅军司令部，历时6个半小时。由于腊戌特殊的战略位置，在设计之初就被建成了一座堡垒型城市，共分12堡。腊戌司令部又位于9堡、10堡、8堡、12堡的核心区域，东南西北都有大型指挥部拱卫。同盟军直接斩首司令部，可谓出奇制胜。然而，腊戌城内并非所有缅军单位都归司令部管辖，缅军在失去统一指挥后，在各个军营和街区仍有顽抗，同盟军依然需要对腊戌城内的残余缅军进行清剿。截止7月26日，同盟军在1堡方向拿下了市政厅、腊戌宾馆等地，有传言已经占领了警察局和717通讯营基地。有视频显示，同盟军已在腊戌3堡和4堡交界处的公立医院附近展开街头巡逻。而先前从41营、507营和912营败退的缅军残兵龟缩在这几个堡的高楼里，同盟军开始渗透巷战定点拔除。司令部方向，同盟军从司令部内往机场方向推进，已经占领机场，而先前缴获的高射炮、装甲车、榴弹炮等重武器也开始在前线投入使用。同盟军彻底清剿城内缅军残余已成定局。有趣的是，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前2天刚兼任缅甸总统宝座，成为缅甸历史上名副其实权力最大的人。3天前，在腊戌缅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，还准备撤换自己的亲信东北军区司令梭丁少将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密铁拉的99师师长梭莱准将。结果同盟军完全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总统位置还没坐热，梭丁少将也还没完成交接，腊戌就已经城破了。另外，德昂军方面也传来重磅消息，德安军和曼德勒人民保卫军组成的联军占领新谷后，已经彻底攻占了整个蘑菇镇，数万民众夹道欢迎。山东第4特区蒙拉军也出动了，在占领蒙软后，进入蒙勇要求当地的缅军撤离。南掸邦军的约瑟也趁缅军空虚，让其部队进入掸邦南部的蒙班和霍蒙城区。加上先前瓦联军入主当阳，北掸邦军拿下孟牙，短短1周时间，缅军在掸邦形势急转直下。再加上克钦邦的克钦军在洪水退去后，卷土重来，一举拿下莫茂437营基地和伊洛瓦底江边的巴莫大学缅军基地，兵临克钦重镇巴莫城下。同时，若开邦、青邦、什阶省、克伦邦、克耶邦、德林达一省此起彼伏的革命形势，可以说留给缅军的时间不多了。而从6月25日联军打响1027行动第2季开始，1个月内，缅军已经有8个主要城市被攻陷，数百个军事基地被攻占。联军在这段时间内光复了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加上瓦联军和北掸邦军控制区，则超过1万平方公里，革命形势势不可挡。而同盟联军在拿下腊戌之后，就有了战略纵深，甚至可以凭借掸邦高原优势威胁缅甸第
二大城曼德勒。而就在同盟军进行腊戌战役的同时，曼德勒马德亚周边已经集结了大量革命武装力量，其中包括曼德勒、梅牟、蘑菇等地人民保卫军、德昂军、缅共等大量部队，而且有视频显示同盟军也有人员到达。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我们奔波在路上，多少梦想来勇往，少年越过了千重浪。我们河港人的心灰，我们的体会们，在缅甸的这个历史上最勇敢的一个民族。今天我会代表大家